正点原子 TB1 不是只靠便携做卖点的无线电烙铁，无线模式已经能完成充电器这类中等强度的拆焊任务，接上100瓦电源设备，性能还会进一步释放，真正从便携工具走向实用生产力。内部完整的电路设计和成精工艺的加持，让它的整体完成度和工程态度都明显高于很多同类产品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看看正点原子最近发布的一款新品，就是这支 TB1 便携式电烙铁。这玩意儿表面看是一支主打小巧便携、随拿随用的无线烙铁，但我真正关心的不是它的菜单多不多，参数写的漂不漂亮，而是它到底能不能干真活。因为便携烙铁这类产品最怕的就是看着挺高级，真正上手一焊就发软。所以这一期我们直接从开机、化锡、实战拆装，再到内部的拆解和电路设计，把它的真实水平看清楚啊。包装盒还是正点原子的风格啊，黑色的底色，原子的 logo， 产品的实拍图片 ，TB1 智能无线电烙铁，背面是各种规格参数。拿出内部的烙铁盒子，合格证和说明书卡片，充电线一根，这个是烙铁支架，硅胶材质的 TB1 便携烙铁本体，用这个盒子做收纳也是很不错的。我们来看它的外观啊，这个 TB1 不是那种一味追求细长好看的花架子，它整体就是标准的便携维修工具的思路。硅胶的防烫套子，机身整体连烙铁头一起的长度大约是188毫米，宽度大约21毫米，厚度大约是13毫米。整机重量62克，拿起来很轻，但不是廉价玩具那种空飘感。正面是一块 0.96 英寸 IPS 彩屏，下面2颗功能按键，前端这圈橙色的硅胶套也不是装饰，它一方面用来防滑，另一方面把高温区和握持区做了明确隔离。尾部给的是 Type-C 接口，接充电宝，充电头很方便，再加上它兼容 T210 系列烙铁头，这个外观和接口配置已经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，而是明显朝着便携可以但别太拉胯的方向去做的。TB1 用的是 T210 发热芯，温度范围可以支持80到450摄氏度，既可以做精细焊接，也能兼顾拆焊这种更吃热量的场景。它不是单一供电，而是内置双850毫安动力锂电池，加上 Type-C 口的供电双模式，并且支持 PD 3.0、QC 3.0的快充协议，输入范围从9到20伏。功率上，无线模式最高功率大约28瓦，插上 Type-C 以后，最高能到 PD 65瓦，而且支持边用边充。0.96寸全彩 IPS 屏幕，让你电压、电流、功率、温度都能直接看见。再加上 PID 温控、手持感应休眠、3档快捷温度，包括工作电压和功率微调这些功能，整体就不是个只会发热的小玩具了。纸面参数说的再漂亮，也不如直接实战。这个 TB1 我又一次把它充满了啊！其实我从公测阶段就已经开始在用了，前后大概用了2个多月，而且咱们前面做了好几期产品的拆解，用的就是它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一支我今天刚拿到手，简单画个锡就下结论的烙铁，而是一支在我的工作台上真正参与了多期拆解任务的工具。接下来我们不整那些虚的，直接拿140瓦充电头模块，再来做一次拆装实战，让大家看看这个 TB1 的真正实力。
这个正电原子 TB1 实战结果已经摆在这里了，用内置电池，全程450摄氏度，拆装一块140瓦充电头模块，花了20多分钟，最后只掉了2格电，这就说明它不是那种只能焊小线头的小玩具，至少面对充电器、电源板这类的中等强度的真实拆焊任务，它的热量储备和无线续航都是够干活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拆开看看，它内部的电池、电源、控制、发热模块到底是怎么做的。电子产品拆解会丢失保修，请大家不要模仿啊！先取掉烙铁头，橙色的防滑套，背后有一颗螺丝，抠开烙铁的后盖，拿出铝合金的烙铁头护套，内部 PCB 还有3颗螺丝进行固定。功能按键的按钮有一个胶带把屏幕粘住的，排线有胶带保护，取下这个 0.96 寸的 IPS 屏幕，2颗电池是焊接在这个主板上面的，然后用双面胶把电池固定在 PCB 上，电池这一面是没有器件的，主要的器件全部在这一面的 PCB 上面。这2块 PCB 啊是通过排针连在一起的，而且工艺又是用到了纯金的工艺，很难得的啊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，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咱们先来看充电及电池电路分工做得很清楚，2颗850毫安的小型动力电池，串联后的电压大概是 7.4 伏左右。前端 Type-C 入口放了一颗南京庆恒微电子的 CH224Q， 它本质上就是快充协议取电芯片，作用不是直接给烙铁头加热，而是先和外部 PD 或者 QC 电源握手，把合适的输入电压弹下来。拿到电以后，后面这颗无锡平行微半导体的PW4203 就开始接手，它是一颗1至2串锂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，外围还配了2极管和427合金电感。前端 Type-C 进来的较高电压降下来以后，给内部2串锂电池做稳定充电。一颗适应 421FA1 的未知芯片，旁边是2颗西安安森德半导体的 ASDM20N12JB 保护管，这个组合大概率就是完整的电池保护链路。负责电池组的过充、过放、过流和一掌状态。湖南爱华电子100微法35伏固态电容，承担输入母线和功率链路的滤波缓冲，减小顺态波动。最后在烙铁头 T 加引脚和电池负极一带，能看到有3颗 PMOS，2颗深圳荷兰半导体的 4012AP， 再加1颗深圳新控源电子的 AGM30P14MB 双 PMOS， 它们作用更像是整机功率通路的电子开关，负责把电池供电、Type-C 供电和烙铁头加热链路按不同状态做切换控制。这段电路的核心意义就是 TB1 没有把无线电烙铁做成电池直接硬顶发热芯的粗暴玩法，而是把前端取电、后端充电、电池保护和主功率开关整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电源管理链路。再看整机 MCU 控制电路，这一部分决定是温控稳不稳、显示准不准、休眠聪不聪明。首先在供电这条线上，一颗成都蕊源半导体的 RY8411 同步降压 IC， 它的任务是先把前端电池侧或者 Type-C 侧送来的电压降成控制系统更适合使用的低压电源，后面再接一颗美国麦林半导体的 SPX3819 线性 LDO， 这就形成了先高效率降压再低噪声净化的2级供电思路，最终是为了给 MCU 传感器、运放和显示控制这些电路提供更稳定的工作电源。信号控制这边，2颗南京庆恒微电子的 CH443K 属于单刀双制低阻模拟开关，负责 Type-C 前端信号通路切换，接电脑时可用于升级固件，接充电头或充电宝时配合前端 PD 诱骗电路完成协议取电。旁边这颗江苏润实科技 RS92XM 运算放大器，配合接在烙铁头 T 检测的 R004 采样电阻，主要承担的是电流采样放大，再加上一颗431基准芯片提供稳定参考，这套模拟减声电路就完整了。核心主控则是北京兆讯恒达科技出品的 MH2213 系列 MSU， 配一颗12兆赫兹晶振，负责整机的菜单交互、屏幕显示、PID 温控、功率逻辑和休眠唤醒。
上海希瑞科技出品的 QMA 6100P 3轴加速度传感器，用来判断主机有没有被拿起，有没有被动作输入，然后配合软件逻辑触发、休眠、待机和唤醒。这部分控制电路的价值，不是器件堆得多高级，而是它把供电、采样、切换、运算、交互几条链路都闭合起来了，这才是一只便携电烙铁真正像工具的地方。这只正电原子 TB1， 它不是那种参数表写的热闹，真上手就发软的便携烙铁，也不是只能焊个小线头、小灯具的桌面玩具。我前后用了近2个月，前面好几期视频里的拆解作业，实际用的就是它。这次演示实战拆装140瓦充电模块，全程450摄氏度操作，20多分钟时间只掉了2格电，这已经足够说明它的无线模式不是摆设，而是真有热量储备，也有续航支撑。对于一只主打便携的无线电烙铁来说，能把随身带着走和真能干活同时做到，这一点并不容易啊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接上100瓦充电头或者大功率充电宝，它就不是便携能用，而是能直接进入很能打的状态。拆解以后看内部的电路设计，正电原子工程师把 Type-C 口协议取电、2串锂电池充电、电池保护、主功率开关、采样检测和主控温控全都做成一条完整链路。更难得的是，它的主板还用到了沉积工艺。你可能以为金灿灿的只是好看，但真的放到工程角度去看，沉积板的焊盘平整度、抗氧化能力和长期可靠性都会更好。没有几个厂家舍得在一只电烙铁的 PCB 上把工艺做到这一步，这反而说明正电原子在细节和耐用性上也下了本钱。经过长时间的试用和这次拆解，我对它的最终评价就是，正电原子 TB1 不是只靠便携做卖点的无线电烙铁，无线模式已经能完成充电器这类中等强度的拆焊任务，接上100瓦电源设备，性能还会进一步释放，真正从便携工具走向实用生产力。内部完整的电路设计和沉积工艺的加持，让它的整体完成度和工程态度都明显高于很多同类产品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